欢迎回来同盟塔防战，我是林东。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主题是魔王福石。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同时也有在巴哈姆特填写过一篇文章。那这一篇文章是在1月12号发布的。那主要是介绍魔王福石。那这边是采取文字版的介绍。那这边文字版有兴趣的各位、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这边点击巴哈姆特论坛去看我这篇文章，那比较早一点。那今天很多观众都会问我说，那个魔王符纸要怎么点呢？那该怎么点才是最好的呢？要怎么先点？先点哪一个？再来是点哪一个？等等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直接拉到这个画面。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魔王符石，那它是有上限的哈。它的上限是11等，那它单一满是50万银币，从1等升到2等，每一等都会逐渐增加1万，那1升2就是1万啊，2升3是2万，以此类推，直到最后10升到11 max 就是10万。那它的满级效果，就是古代黄金铸币。我们先把这边待会再看我们先跳回游戏里面，我们点进来魔王符石，可以看到我先重置了。那我重置之后，为了方便演示给各位看，我优先点哪一些？我们先点第一个。好，现在是古代黄金铸币啊。那古代黄金铸币是在新手5等就会开放的第一个选项。那这个选项就是出来之后，大家都知道说，哦，我有古代黄金铸币了，在进行游戏的时候会相当容易一点。那它的功能是每一回获得5金币，那上限就是15金币。那当然，金币的重要性，我们在游戏当中可想而知啊，就是攸关于我们前期的运营，所以这个是必须要点满的。这是第一要务要点满的一个选项，黄金铸币，古代黄金铸币。那么第二个就是古代魔石核心，古代魔石核心它大约在7等，那这个等级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哈。那我这边没有开小号，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画面，以我印象中来回应。那如果有误的话，也可以观众来提醒一下，你可以在那个聊天留言区说明一下，说，这个是几等开放啊？好，那我们点进来古代魔石核心。古代魔石核心呢，它就是跟古代黄金铸币是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它的东西是魔石。那么它是每5回获得10魔石上限则是30魔石。那这个优先级的话，就没有到金币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运用魔石史莱姆来召唤魔石，它只有在前期很缺魔石的时候加减获取这样子。如果你点满的话，大约每10回合就是60魔石。通常我们在第20回合的时候，就会有一只超魔神。那这个时候就是有120魔石，120魔石加上你在场上召唤的史莱姆，就是它的数量。所以这个也是可选择的一个点但它不是必须，优先级不会到这么前面。我们知道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古代黄金铸币嘛，那古代魔石核心它的顺位在哪里？待会我们会提到我们先看下一个，是魔物亲和力。魔物亲和力的功能是魔物强化费用减少5%，那它点满是15%啊。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强化费用，我们知道强化魔神、强化蓝子、史诗英雄强化一般稀有的那个品质，都是需要非常多的魔石。所以这个魔石强化费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省下魔石的一个选项那后来有些主流大佬他们都会在后期点满那个强化的时候，
这些强化费用就是有一些很不错的、很可观的减少费用。那这一点就是看个人喜好，但是这个顺位也没有排在很前面。我们待会提到哈，我们再点开这一个叫超越力，超越力它叫魔神超越费用减少5%，点满一样也是15%。那这一个是相当不小补，但是它这个其实是跟古代魔石合金是相当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减少费用，其实它减少费用是减少1啊，减少2这样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个是每2等才会减1，也就是我们的超魔神。一开始我们进去的超魔神啊，还没有点出超越力的时候，还没有开放超越力的时候，每一次转换都是50魔神石。那转换50魔神石之后，我们点开超越力就变成减少5%，那减少5%之后就变成47，场上会47。之后每2等，注意哦，每2等，也就是每2%，它才会减1，也就是我要变成46，就要变成3等的超越力。同理，45就是要5等的超越力，减到44就要7等的超越力。所以这一个的话，唯一有必要使用的就是你有在刷宝箱、刷金币流那些，但是省下来1点魔神石啊，2点魔神石、3点魔神石，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这个就等同于非常激乐，有但是不多，有用不多。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恐惧啊。恐惧它就是类似于控场之类的，但它的控场就是那些缓速啊、软控制，跟我们冰魔啊，还有那个人掌巨人的香蕉是相同的道理。那它的功能就是所有的敌人移动速度减少1%，点满的是6%。那这个是双方队友都升降我方跟双方，不是我方跟双方，是我跟队友都升降，也是双方。所以我方也是正确的。那如果两边都点满的话，就等同于场上的敌人减少12%的速度。那对于现在的版本来说，减少速度并不是第一必要，因为困难都可以用冰来去缓速冰魔。那冰魔点高也是不错啊。现在基本上冰魔都会点5等。缓速已经有55%，6等也是55%，所以这个就也是一个非常急的。但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后续新增更高难度的那个关卡的时候啊，它如果移动速度过快，也许这个就有奇效。只是以目前的版本来说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这个也是不列入选项。再来就是释放能量，它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游戏里面的城堡，也就是中间那条路。所以说是当生命值减少，只会向前方发射雷射。它的向前方就是前方那一条路中间那一条路，对敌人造成目前生命值10%。相当的伤害，并持续0.1秒晕眩，还有短暂的晕眩加当前生命值伤害。但是这个其实如果以困难来说，你的命就5条，你最多只能发这4次，而且这4次不是致死伤害，它是当前生命值。当前生命值的话，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是扣最大生命值。因为它是扣当前生命值，当前生命值的最大缺点就是它还有生命，它还是会有生命，它不会扣到死掉，怪不会死掉，还是有机会但是就不会那么明显，它最多扣到1，然后
小怪去补刀才会死掉。那么它实际的晕眩也是很尴尬，0.1秒，其实你还不如用破坏者，所以这个也是补救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并不是完全有必要的。然后有个小彩蛋就是，他跟队友，队友跟我是同时发射的哦，所以就等同于用造成目前20%伤害，是2倍，这个是可以用2倍来看，这样子。如果点满的话，会造成生命值30%的伤害。这边生命值30%的伤害加1.1秒晕眩。如果队友也点满的话，就是60%生命值伤害以及2.2秒晕眩。这个如果是双方合作的话，点高是非常不错的。恐惧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两个比较需要那个我方跟队友合作，但他就没有那么出色啊。在一开始这个魔王符纸很缺乏的情况下，是不会考虑点到这个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就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协商力大约是在等级13等开放。那磨石史莱姆雇佣，它的功能是磨石史莱姆雇佣量上限增加1，上限就是11。这个就可以回答很多观众啊，很多粉丝在留言区回我说，这个磨石史莱姆是如何点到41的？就是这个点满就可以点到41哦，注意哦。那13等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13等点完这个协商力以及金币，那就是我们的主要顺位就只点这两个。最后一个是15等开放的叫潜力，潜力就是魔物强化量上限增加到1，上限增加1那点满的话就是41。就是这里的上限增加11，游戏内就是30加11等于41。这边我少写，不过没关系。41的话，就知道说可以再多10等的那个魔神强化。那这个强化是搭配这个魔物亲和力，但这个也是在等级有这个魔王符纸比较有余裕的条件才会点。就一开始回到我们的主题啊，这边我有做一个文字版的，升级的顺序。第一点就是古代黄金铸币，然后再来是协商力。古代黄金铸币是哪一个？就是这个古代黄金铸币第一个那我们就先点满。那我们的银币就是每一级增加1万的这样子，这个要点满哦。然后协商力也点满，这就是我们的主意。但消费了我们110的魔神石，点满是55啊，也是55万。然后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分支，它有些分支啊，这是我自己个人去分析啊。有玩鸭啊，就是你等级有玩冲冲鸭。第3个可以考虑选超越力因为抓宝箱需要大量魔石，省下的魔石其实算可观的，因为你至少要刷20、30、50，每一场都要刷非常多的宝箱怪，省下的魔石很高，高，它是跟谁对比的？也就是分之2。如果你只出一只鸭或者没有玩鸭的话，第3要选古代魔石。为什么？因为宝箱需求较少，相比分之1。很容易前一出用不到。那为什么说有玩鸭的分之1要选超越力，而分之2只玩一只或者没有玩鸭要选古代魔石呢？因为一般有玩鸭的通常都会出至少2只到4只，甚至有一些场譬如说一般可能会玩6只鸭、7只鸭，甚至全场都是鸭的那个玩法。那这个玩法需要非常多的金币。那我们的金币唯一的来源就是用宝箱怪去刷，所以这个超越力省下来的魔石，对应是宝箱怪。
那么如果你不使用超越力的话，就可以考虑用那个古代魔石合金。那通常都会点古代魔石合金的，因为这个也是增加你的运营效率。你在前20回合就120魔石，前20回合就有120的魔石，不香吗？对不对？那你在这个超越力要有魔神之后，超魔神哦，要点超魔神才会考虑用得到。但是如果你宝箱不多的话，那其实这个也是加减不小补，一开始初始的1等给的就很够用。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分之3，分之3就是全辅助啊。全辅助是什么？就是这个减速恐惧把它点满，就是6%，给双方有一定的缓冲空间，增加输出的时间。因为你怪出来到终点，它就是一个倒数计时的时间，那这个可以减少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冰魔的不到10%，可笑。但是有这个想法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啊。但一般要玩的话，就不太会点啊。那我们的总结就是：古代1黄金铸币，2协商力，3或4就是超越力跟古代魔石，第5就是恐惧。但是现在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一篇文章是1月12号发布的。那在过了1个月后的2月10号，今天呢，我们在我观察跟一些人的游戏经验，还有一些体会啊，我们发现说，其实魔物亲和力放在第4顺位或者是第3顺位，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哦。因为魔物亲和力它其实已经给你非常多的那个强化费用减少，这个对一些魔神石，不是魔神石，是宝箱怪，宝箱怪等级很低，然后魔石又不高的话，这个非常非常有用，它可以减少非常多，具体再加10%。因为我们后期的那个魔神啊，21等以后的魔神要点一次升级要150。然后这个点满就是15%，它1等就变成142，减了8点。如果是15%的话，还会再减15，所以就是8加15等于23，150减23等于127，强化就变127，多省了15魔石了。这个点满就是多省了15魔石。那这个会让强化一开始初始是150变成127啊，127是这样吗？啊，好像是127。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其实点出来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你至少可以省下那个总魔石量，大约应该有5到1000了，5到1000。5到1000就是你要慢慢等魔石核心这样子。所以我们新手啊，当我们新手点完古代黄金铸币以及协商力的时候，我们下一个目标可以考虑点魔石核心，或者是魔物亲和力。这2个就是第3、第4的选项。至于超越力的部分就，目前玩鸭可能变少了。在以前的版本，鸭是当代的主流那现在新的版本 1.1.8 版本，甚至上一个版本，猫就正式超越了其他的主力输出。那关于这些主力输出啊，现在版本 1.1.8 的主力输出，我之后做一部影片来做一个讲解做一个解析，帮助新手，帮助一些老手去厘清现在的主流配置啊，优先升哪一个，减少弯路的地方。好，那我们就先点了。那其实我们一点那个满等是55，对不对？55，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没有必要点到满等，如果我们不点满等的话，我们会省下大约多少？10加9等于19磨死，代表我可以多个点8。我先点一个，我先把那个主要点满。这样子点满之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我就点这个。OK， 这样还有4点就留着之后再点。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力配置，就是这样子点。这个金币，再来就是协商，再来就是磨死，再来就是亲和力，这是主流的玩法。那当然，你有一种玩法，这个玩法会让你点的比较快，但是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吃香，但很够了。它大约就是少了20%的那个实际收益。这个收益是什么？就是来我这边用1000来称字，来称字。这个点法是什么？第二种点法就是，我每一集看扣很多嘛，3、4、5、6、7，我点到8等，好，我先点到8等，1、2、3、4、5、6、7、8。1、2、3、4、5、6、7、8，8等，我还有100，那这个也要点8等。1、2、3、4、5、6、7、8，我还有72，我再把这个点满。1、2、3，因为磨死史莱姆它会陪你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是很必要的。其实它才是第一名的。金币的话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金币你会起来了，还是很够用的。好，那我还有45点，我这样的点法，你看8等哦，然后协商力是满等，我还要怎么点呢？是我的话，我其实会想点这个，因为它可以省后期的模式。但是古代黄金铸币它给有前期的发展，你看这个金币如果是每10回合就是，如果这个跟满等比较的话，就是每10回合差30，就等于1只啊，一只什么？一只召唤。你要每10回合才差1只召唤，那其实这个差距其实不多，真的不多。为什么？因为你你10回合多1只，你也不一定会变成超魔神。你20回合60金币就2只，你2只也不一定会帮助你变成超魔神，就账面变好看。前期的召唤史莱姆会比较顺利，这样子。这个大概在前20回合哦，大约在前20回合都是比较重要的。那我这边差了20，差60。如果是8等就差60。我要点1的话，我3到9等就是差40。那我要点嘛？我想一下，其实没有必要。再就是这个古代魔石核心，这个也跟那个同理，跟什么同理？跟黄金铸币同理，因为它2倍嘛。但他们每5回合这个魔石其实也是可有可无，因为你前期可以靠史莱姆运营。我自己是这样想的。那我点法，我目前比较满意的就是这样点法。再来就是魔亲和力，它确实可以省很多，非常多的那个强化费用，强化模式主要体现在后期。我想要把强化点满啊，甚至一些超过的技巧，这个就非常实用了。那如果我还有45点，我可以点到多少？点到10等呢？我要点哪个都点到10等，其实就看个人了。我可以选择魔物强化，也可以选择释放能量啊。不对，释放能量不行，这个很鸡的，因为你碰到生命值，代表你的容错率已经减少了，再存解其实就没救了，这个不行。那超越魔神的费用，考量到每2等才会减1。如果我点到10的话，其实跟点到9是一样的。那点到9就是35，减个4吧，从47变成43，其实也没那么必要。
其实也没那么必要，老实说。那我这个可以考虑点到10，要吗？你觉得呢？这个就等同于你多点了5等冰膜，然后是全体，就是它还没有减速的时候已经生效，然后这个是减少很多，这个其实偏控场，偏辅助其实这个点满比较好，然后这个点满比较好，再来才是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点的话，就跟一开始差不多。一开始就是这个满嘛，这3个满，然后这个6等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个3个8等，这个11等，然后这个要点到10等嘛，我其实有考虑把恐惧点到10等，因为减少速度，变相来说就是增加你一点点的那个输出空间嘛。但是这一个有一说一啊，这一个是有一个回避掉的一个那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使用破坏者这种晕眩类啊，它的移动速度就等同于0。那这个是你没有到破坏者的时候，这个就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就2等就等同于1点冰膜。那我要怎么点？其实这个随时都可以重置啊。那我蛮想玩看看恐惧的，因为没有人点过。那我把它点高，点到9等好了，9等，9等，这样我还可以再点一个，9等就5%，很多那我就点这个金币吧。好，这样子，这就是我目前的配置啊。起伤力一定要满的，在金币不一定要满，但是高等是不错。再是魔石不一定要满，高等是不错。然后这个是给后期啊，甚至前期那个魔神减少魔神的损耗，让你有更多的魔石就可以直接去强化。当然，我们转换的时候啊，其实也非常耗费，但是我们要点这个，因为这是超越，这个只有宝箱怪以及其他只受用，一场最少有20了，所以你至少省掉60以上的那个魔石，省下来的至少60到100的魔石。但是点高的话，其实收益就没有那么明显。但一整场下来，假设我点到9等了，一整场下来其实应该有200哦。但200也不及这个魔晶的力，除非我完全不点，不然的话，我个人目前喜欢魔晶的力。再就是恐惧就是减少一些人数。我冰魔的等级比较低，6等而已。那点到这个的话，就等同于我多了4等、10等的冰魔，而且额外帮队友缓住一下，这样减少我们的那个时间压力。OK， 那我们就点到这里哈。那至于这个魔王符是怎么获取啊？有一些总计专用文物等级突破。然后稀有魔物等级突破，超魔神魔物等级突破，玩家等级，一般文物等级突破，传说魔物等级突破，英雄魔物等级突破，一般魔物等级突破，魔神魔物等级突破。这几个主要选项当中最高的就是玩家等级。那玩家等级也是非常难练的，所以这个如果你升高的话，你的那个魔王符石的点数啊就会很多，这个等级还是可以追求一下的。那这个一般文物以及专用文物都是要用抽取获取，稀有魔物那些都是要靠魔神石强化魔神强化。那一般来说，你要多少拿一点魔神石的话，不是多少拿一点魔神石。多少拿一点魔王符石的话，你可以考虑把所有的那个魔神点到2啊，点到3，尤其是这些魔神，金色的魔神。为什么？因为之后会开放新角色，通常都会要求它要有3等，所以你先升到3等，跟以后升到3等是一样的。
那新手当然不推荐了，因为新手要先重点把魔神值提高在你的主力上面。目前主力就是宝箱怪嘛，宝箱怪、巫毒术师，然后猫咪大师，再来就是冰魔。目前的版本啊，这4只就够玩了。以前的版本就是剑影跟冲冲鸭。那目前的 1.1.8，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天魔。那天魔目前的话，只用来切王比较推荐，专门打王的。有它的话，打王速度超级无敌快。那其他只啊，这一只的话可以不考虑升。那可爱鼠不吹，克拉拉的话只有人间塔比较有用，困难场合就比较乏力。然后金币不用在一般场是主流玩法，太空之兵就是前期，神掌草网就是控场，但它的那个技能花费时间比较长。亲人的话，目前跟猫相性最合。为什么？因为它的攻击力。那猫咪为什么？这边简单说一下，因为它可以对射程内造成超过5倍的伤害。那再一个就是跟它的心跳，生命值上限又加这个高额5倍伤害，然后这个又吃基础攻击力，又吃爆伤的，所以青龙跟它完全完美搭配。再来就是史莱姆，很适合在一般困难前期这样子。金币就是搭配金币富翁，主要介绍就是这些。那之后会考虑制作一期完整的超魔神讲述因为之后会更新更多版本，每一次版本都会有改动。那我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会每一期更新，我都会做一个前瞻或者是介绍，然后更新版本实际游玩，我会一样发布出来给那个观众。那我们之后会从魔神介绍到超魔神。那小只的话看之后的考量因为小只其实也是有一些讲解必要。为什么有必要？因为有一些新手刚入门的玩家，他们其实不了解这个角色有什么差异。那其实我对这一题也蛮有兴趣的。那后续我有余力的话，我也会去制作那今天主要介绍魔王符石，加上一点点的魔神介绍，也预期后续的魔神我会一一介绍，或者是一次给他统整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感谢各位观看。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考虑点一个赞这样你就可以同步观看。好，我是林东，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